只是后仰了。走！我根本不需要看你动作，我听声音，听声音给你打分。每一次跳伞都是面临着一次生死考验。当我考核你不及格的时候，那你就别跳。跳伞没有不紧张的，你现在叫我跳伞，我也紧张。我们在这里跳上万次，实际上在飞机上就跳1次。我当兵来的第1天就在这里，就是在这个院里边成长起来的。这个地方是我们空降兵新兵训练摇篮的起点。我来去开讲了，去讲咱们空降兵。你们想让我讲什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问一下，就是您当兵这几十年来，就是今后你还有什么人生的一个规划？还有什么？首长，你第一次跳伞怕不怕？马上我们就要第一个跳伞了，和我旁边。好，知道你成为空降兵时你是什么样的感受？给你们留个念想，啊，等我讲完的时候，你们再回来评论啊。报告，我如果能成为像你这样的人，和我旁边。开讲了加人民空军，本期演讲者李振波。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云南白药气血康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感谢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此时此刻，我是在人民空军的军队当中，和祖国蓝天卫士在一起。大家看到我身后的战斗机，立刻也会想到，一提到空军最熟悉的一个人群，飞行员。但其实空军是由不同的兵种组成的，有一个特殊人群，每一次他们冲上蓝天是坐着飞机，但是回到地面靠的是他们的双脚。他们就是电影台词当中我们最熟悉的“我的意中人是一个盖世英雄，总有一天他会脚踏着七彩祥云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他见证了中国空降兵的发展壮大，空降兵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李振波。欢迎您，欢迎您。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请坐。在您41年的空降兵生涯当中，您跳伞的次数您大概还记得吗？可能在2000次左右。空降兵跳伞不同于咱们运动员，运动员跳伞是专业的跳伞，咱们空降兵跳伞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空降能力。在未来的空降作战中才能快速集结、快速投入作战。第二个呢，我们跳伞不是都是在平地，我们在山地、森林、水上、高原、雪地、寒区，全天候全地形，从准备开始到最后安全着陆，每一个环节都有安全隐患。所以说，这2000次可以这样说，每一次跳伞都是对他生命当中的一个考验。我曾经听说过一个说法，着陆的时候，这个双腿承受的这个冲击力，说那个大到足以把汽车的车顶可以踩个坑。有一句话叫3种3消可以上蓝天。3种就是在训练过程当中，你这个腿要肿3次，消3次，这样才能把你的腿劲练得硬邦邦的，着陆的时候才能安全。我想请小撒老师配合我们做一个着陆的动作。你得给我伞，就是地面训练的这个地面训练的啊，那行可以。专门做了一个小道具，小纸片。这3个小片干什么用呢？我就给你放这里，还不能掉下去。那这后边脚跟咱就不放了哈。好，反正你们看不见。
我们是2米高的平台，要求跳的时候脚尖离开这个平台1/3，落地的时候这2个纸片是不能掉的，你掉了就说你3点没并齐。我这跳一动啊，还不会掉，因为我好多年不跳了，我试一试。没掉吧？李工还是厉害，先给自己留好后路。我反正好多年不跳了。我们作为这个普通人啊，我们也尝试一下。但是您的战士们没有穿高跟鞋跳的吧？没有。我要求严格一点，我把后脚跟也加上，前面得出来1/3。出来1/3，你这个鞋加不上。加得上，加得上。好难呢，这个。这个手要起来。哦，是拉着伞。因为这伞是拉着超重棒的。我现在脑子全在这3片纸上面，就不能让它掉了。不行，掉了，已经掉了，膝盖还在，脚后跟的还在。哎呦，这真是不容易。这个动作要跳上千次，在地面上才能把这个腿劲锻炼出来。这是刚才落地的时候的一个要求，对，是吧？哎，您出机舱呢？出机舱也有一个特殊的动作。按照我们的要求是，这个腿的夹角要在120度，上体前倾55度。哇！地面动作训练的时候是左脚在前面，右脚在后边。脖子还要收进去，胸还要含起来，坚持半个小时啊！这叫姿势定型。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为了这是便于从飞机上顺利的离开飞机。哦，因为机舱门没那么大。对，另外一个呢，跳伞员开伞的时候呢，就是保证出来的第一个引导伞，伞衣、伞身和我的身体在一条直线上，这样我这个伞开伞才有力。所以说我训练的时候必须要这样训练它。今天这期节目我就这么做了。您别拦着我，别拦着我。这个观众朋友可以自己试一下，就你这么不动，你看着很简单，坚持1分钟，你这个肚子就受不了了。这是经过科学计算出来以后得出来这么一个动作要领。空降兵的装备研制、伞具研制、跳伞技术，都要靠我们在实践当中去摸索、去完善、去充实。我们接下来就把讲台留给您，有请李高工为我们开讲。我来自于空降兵，空降兵的兵种是走在空中，打在地面，快速机动，垂直空降，射击突击，出奇制胜。这就是我们空降兵在作战当中的基本战术原则。诺曼底登陆是第2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最多的空降人数3.5万人。这一次空降一举扭转了第2次世界大战的局势。所以说，空降兵的出现，从成立之日起，就在世界的军事史上留下了辉煌的战绩。空降兵有一句话，能够拉得出、降得下、打得赢。08年抗震救灾的时候，我们也是突然接到了参加抗震救灾的命令。当时的地震情况是路断、电断、通信断，地震中心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确定。我是在家里13号的凌晨，总机给我打电话，说让我马上到作战值班室。当时我们军首长正在研究跳在什么地方，能够快速的把中央军委给我们下达的侦察、了解、报告情况的任务完成好。实际上，选择空降地域就是很大的一个难题，无地面指挥，无气象引导，特别是陌生地带。我们的飞机是13号的7点50到8点钟左右直飞地震灾区，飞入高空就开始进云了，什么都看不见。到了地震灾区以后，因为飞机就要下降，一直下降到6500米的时候，还是乌云滚滚，而且还有雨。
这个时候飞机已经结冰了，就没有办法再下降了，重者就会机毁人亡。这种情况下，就返到了成都机场，折机再空降。我当时就提出来了，我带着一部分小分队跳翼伞先下去，那个方形的伞，操纵非常灵活，我可以在空中旋轨迹，运动轨迹，然后我在什么地方，对准这个地方，我就保证能给你落在这上面去。15个人当时确定的时候，我是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我们其中有一个战士啊，叫向海波，85年出生，08年刚刚23岁还不到，而且只跳了1次这个伞。当时我就想，让不让他跳？但他老跟着我要跳，我必须要跳，那我就是能跳，我就是干这个事儿的。但是我的思想压力很大，年轻的小伙子，你作为一个指挥员，在抗震救援过程当中，如果他出现了差错，无法面对他们的父母啊，但是他一直要缠着要跳，能不能保证安全？他说可以，我一定能保证安全。14号的早上，成都那个雨下来非常大，9点钟我们这个战士们啊急得都不得了啊，饭都没吃，都等着这个天气能不能空降。我们那个伞都在每一个人那个座位上放着，只要是一声令下，背起来就走。一直到9点多快10点的时候，咱们成都气象台通知我，10点钟以后，茂县那个地方有一个小云缝，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就可能空降下去。我一听这个事情，我给首长们一报，部队先背伞，跑着上飞机来。当时的高度在5000米，5000米的高度可以这样说，比咱们内地的含氧量要低得多得多，喘不过来气，我都不敢说话。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参加跳伞的15名队员没有任何犹豫。当飞行员打开机门以后，我往下一看，什么也看不见，在云中的。然后走了一下，我看到了一条云缝，看到了地面，我说可以了，准备，然后飞机就发出信号了。我离开飞机以后，伞一直往下掉，我感觉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怎么伞还没有开的呀？其他的伞都开了，我也没办法，我感觉主伞是肯定是没开了，把我主伞飞掉，打开我自己的备份伞，一看备份伞哗开了，但是开了以后非常担心，我扭头一看，跟着我这个后边的7名跳伞员的伞是不是开了？最后我一数8个人伞都全部开了，这样我才开始在地面上选择我的着陆区域。往下一看，第一印象高压线纵横交错，因为它那个地方不是平原，那个高压线都是从山上这个山梁拉到那个山梁上，说到处都是高压线，另外还有那个三角塔等等，地形非常复杂。但是再往下一看呢，还不错，绿油油的，我认为山坡上的庄稼或者是草丛。但是再往下下的时候，我才看到，不是绿油油的庄稼地，是果园。大家都知道果园要剪枝，剪来这个枝啊都是呈三角形，个个都朝上，非常锋利，紧躲慢躲，还是躲不过这个树林啊。最后在树丛当中着陆了，我这个胸部就撞在了一棵果树的主干上，我就认为我的骨折了，气都喘不过来，因为我这个伞的运动速度很大，10几米。实际上我这个时候是有一个树枝从我这里插进去，从这里出来，我根本不知道，光知道这个地方疼。我下来了以后，10几个老百姓就跑过来了，哎呀喊呐，哎呀空降兵下来了，空降兵来救我们来了，非常激动。那一会儿我才感觉到什么叫激动人心。实际上我们15名跳伞员在茂县空降的时候，是落在了岷江两岸，所以说集结起来也非常难。有一个人跟我说，四川的有一个战士叫任涛，他就摔在了一个沟边上，落地的时候那个一踩那个石头，石头一滑，一下子摔倒了，一下子把他摔休克了。离他很近的一个兵喊了他半天才把他喊醒。最为危险的是我们一个兵落在悬崖边上，如果当时起一点小风，就把他拉到岷江里去了。岷江的那个水非常急啊，那就肯定是无生还的可能。这一次抗震救灾，我们在路上行进了7天，走了220公里，为将近200人的家庭报了平安，因为他电话号码给我，我就给他报平安。开辟了6个空降场，同时及时提供了灾区的情况，把地震灾区的情况能够侦查清楚、报告清楚，为我们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科学安排救援活动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声令下能拉出去，降下去都能取得胜利。所以空降兵的战斗力都是最强大的。我是78年12月入伍的，虽然我跳了那么多次伞，但是也就是一支枪、一雨伞，是背伞的步兵。但是在现代的科技条件下，一伞、一人、一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空降兵光靠跳伞，已经不能站立于世界的军事空降兵的之林，就必须要发展重装备、重火力，成为一个联合作战的兵种。小开划重点啦，从运输机上把10吨甚至20吨的重型武器装备精确空投到作战区域，实现重装空投，是空降兵部队特有的作战能力。那么，实现重装空投总共分几步呢？以战车为例，第一步，装机。通过机载航吊将战车依次装进飞机内部，限制固定在滑轨上。第二步，空投。释放挂在飞机尾部的牵引伞，牵引伞打开后充气，产生了一定的拉力，将战车从机舱内快速牵拉出来，同时缓冲系统打开。第三步，开伞。当战车出舱后，主伞5秒后充气张开，总面积有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4具主伞，保证战车匀速下降。第四步，着陆。落地瞬间，主伞脱离锁，以卸载的方式将4具主伞与战车分离，以防战车被掀翻或被拖拽。同时呢，战车底部加装的缓冲系统受压排气，最终实现战车平稳软着陆。这样一个完整高精尖的技术体系，是实现现代空降兵远程机动和火力突击能力的重要保证。从空降兵成立到2000年50年的历史，我们一直在探索重装空投。那个时候探索的最大的空投重量只有3吨，很少超过3.5吨。这是受飞机、技术、装备、人才等等一系列的限制。空降技术，国外是对我们进行封锁的。98年我开始当空降空投处的处长。说实在的，开辟一个新领域，完成一个新的军事技术，那还是压力非常大的。重装空投可以这样说，轻者摔坏装备，一个装备也是上百万、几百万，重者就会机毁人亡。2001年，我们开始探索重装空投。2004年的年底，上合组织决定在我们国家组织一个联合演习“和平使命2005”，重点是中国空降兵和俄罗斯空降兵在同一地域空投相同的装备，空降相同的人数。首长把任务交给我以后，压力非常大。但是你这个演习任务已经下来，人家俄罗斯投了3台战车下来了，我这里啥都没有，我就是投了几个小车。中国军人丢不了这个人，我们国家更丢不了这个人，所以我要下决心攻破这个难关，一定投下去。第一次空投，伞在上面，车掉下去了，粉身碎骨。我这个时候啊，真是欲哭无泪啊。经我们查找原因，找来找去，最后我认为脱离系统有问题。试验过程当中，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是每进行一步，我们进行计算研究，最后从先投1件，投2件，投3件，最后3件顺利的从机场上离开飞机以后，安全着陆，那是控制不住啊，抱在一起嚎啕大哭，终于把这个难关攻破了。所以说，和平使命2005演习结束以后，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特别是给中国空降兵竖大拇指。和平使命2005演习为我空降兵走出国门探出了路子。和平使命2007演习，我们在俄罗斯的车里亚宾斯克就实现了空降兵走出国门。2019年，空降兵战车方队从天安门广场通过，接受了检阅，这就充分说明空降兵战斗力的提升，空降兵装备力量的发展。空降兵在未来的作战当中，一定能成为
尖刀利刃。谢谢大家。谢谢李高工，谢谢。再次掌声感谢李高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谢谢大家，请坐。云南白药气血康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邀您继续关注开讲了。在您开讲过程当中，央视网也通过这个图文直播收到了很多网友提出的问题。第一位网友他说：“听说空降兵所有人都需要跳伞，就连炊事班都要带着炒锅跳伞，是真的吗？”是真的。哦，就训练的时候，炊事班也得带着炊具，全套的炊具跟着跳。只要进入空降兵这个兵种，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部都要参加跳伞。不管你是炊事班的、喂猪的，还是种菜的，必须具备跳伞的这种技能。至于说带锅，那不是背在身上，怎么下去呢？我们的系统里边就有不同的空投系统，就是要投你这些不同的物质、器材和装备的，在地面上形成作战能力和保障能力的。就好多装备不用带着下去，不用你带着下去，但是你下去的时候，就他在前面下去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跳到你那个地方去，到下边背着跑就行了。直接跳到锅里。对，你要跳准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跳到你的锅里。在现场还有几位青年代表，他们也都准备了问题，想要跟您交流。第一位，来，李高工你好，邵老师你好，你好，我来自四川，08年已经过去11年了，我想问问李高工，你现在还回去过吗？我09年初重返了一次灾区，一路上呢，说实在的，眼泪是止不住的，特别是我们经过了那一个路。当时的断桥还在那里，触景生情，心情还是比较复杂的。11年就是3周年的时候，咱们茂县的有专门邀请我去了一次。3年的时间，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新的茂县展在了我的面前，岷江两侧都成了人民休闲的场所，花丛草丛那就是非常漂亮。我感觉到我们国家的强大。那李高工，我可以告诉你，其实我也是一名空降兵，可能你不认识我，我是来自黄继光连，以前我也在黄继光英雄连荣誉室担任讲解员，就每一次讲解我们空降兵的历史，都会讲到您的英雄事迹。我想问你，你想过你有一天会成为英雄吗？大家可能对这个英雄这2个字的理解上不一样，我感觉我不是英雄，我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栏目组他们去找我的时候，加微信的时候，他们就问了我一句，他说你的微信的名字怎么是一滴水啊？我说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当中的一员，大海当中一滴水就是很平常，不要把自己当成什么英雄。特别是我们军人，那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我感觉它很正常啊，没有什么特殊的。假如说08年那一次不是我第一跳，换成别人还会有第一跳。每次做节目之前，我们的编导都会和我们的开讲嘉宾有很多接触，然后他们会把感受告诉我。我问他们，我说李高工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编导用一句话形容，说李高工就是那种，如果他脱下军装，提个菜篮子，出现在菜市场，你绝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第一个带头跳下去，这是一个在中国开创了重装空投历史，但是在一次又一次实验失败的时候，自己会躲在被窝里偷偷哭的人。我听到他们这样的描述之后，我才知道，其实英雄就在我们身边。谢谢。刚才提问的我们这位小伙子说我不认识他，实际上我是认识陈强的。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空降兵设立
下了一颗当兵的种子，所以说我当时就想，一定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就在前不久，程强才刚刚从国庆阅兵式的方阵上，亿万双眼睛的注视下，走过天安门广场。谢谢。所以刚才他坐在那儿，我能明显感觉到，尽管今天在座的战友们肤色都偏黑，但他是最黑的那个。经历了漫长的训练，就是每一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只为那天安门前96米要走128步，所需要的时间是68.57秒。从李高工2008年在你的家乡那生死一跳，到今天你在天安门广场阅兵式当中展现的军人的这种威武，其实都是在告诉全国人民，甚至是全世界，如果哪一天灾难来临，战争来临，请放心，在你们的身后有我们的军人。谢谢，谢谢，谢谢程强。下一位，哎，又是咱们那位战友。李高工您好，萨老师您好。你好。我想问一下李高工，比如说今天是有您的这个伞降任务的，那在今天伞降任务之前，您一定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前天都开始关注天气了。其实您关注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一直在从事的工作。我是一名气象兵。欢迎你。对于我们空军气象兵来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空军部队活动提供天气实况、天气预报以及气候的一些分析和预测，并且为他们提供一些保障建议。所以他们对你们的支持是非常关键的。对，我在现场想要考一考萨老师和李高工，我们一起抬头看看天吧，你们能看出点什么门道来？我看到有个无人机在。你这个叫多云，实际上云量在9个以上，只有一点小云缝。我的判断就是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感觉。完全同意。我感觉也是这样。你刚才说什么？有一个小云缝，哪个是云？你看这蓝天，上面蓝天就是叫云缝。就这个，您就管这个云和云中间这点小空隙叫云缝。对。我想问一下萨老师，您能不能感觉出来，这朵就您头顶上这朵比较暗一点的云，它有多高呢？这朵比较暗一点的云，它有多高？800，高了，高了，高了，3，低了6。这朵云的话，我们在气象上讲叫碎雨云，现在的高度的话是在400米左右，跟我想的差不多。你是带了什么仪器吗？非常特制的眼睛。哇！就你只要看一眼就大概。对。但你现在说400，我万一不准呢？我可以给他作证。谢谢李高工。为什么？我也是半个气象员，实际上我就是气象引导分队出身的，我会观测，会计算。这是我的老前辈了。我觉得你们2位要不要现场 PK 一下？不要带上我。比如说啊，风速对于您跳伞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是的。你们平时如果自己测风速怎么测？比如说手指头舔一舔，然后这样。经验丰富的老预报员或者老观测员的话，是用手是可以感知风速的大小的。好，现在请2位感知一下此刻风速大小。稍等一下，我也感受一下。你的动作像在求雨一样。萨老师，我有答案了，我有答案。你已经有答案了，您呢？我不用手，我用脸都感觉出来。报出我们各自的答案吧。3、2、1。1米风左右。1米风。你是听完了以后才？因为也可以，我们有进行判断，像那边树叶，对对对，看到了。刚才像我这样揪一点草，这也是个办法吗？我也经常采取你这种办法。一是看一下地面的风向，第二我看一下它的风速，
然后呢，我最起码说，即使我的气象资料它是放的时候放错了，我自己心里已经有数。我还想问一下李高工的，就是08年跳伞的那个录像，然后从录像当中我看到您是第一个跳伞的嘛，然后到后面在视频中找不到您了，您是当时是掉在云里了是吗？我后边的跳伞员伞已经开了，但是我还在，因为伞没开，我还在下降。所以您的速度当时比他对，们快。我的速度要比他们快多了。我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出云了。当我的伞张开的时候，已经到云下去了。我自己的一个私心的小问题，因为我是学气象的，对于观云这一部分的话，我更多的都是在课本上、理论上，然后地面上，甚至有机会的话，能够坐飞机上天，也要逮到机会，不同角度的去看一看云。08年纵身一跳，在云中，自己亲身到底是一个什么感受呢？在云中这种情况不是08年那一次，而且很多次了。在云里边有什么感觉呢？脸上凉凉的，因为云是水汽。是的。第二个呢，它是进去了以后看不见，所以说我们跳伞的时候，就是只要是在云中，那就开始互相提醒了。哦。要注意观察两个人不要撞在一起。别撞在一块儿。对。实际上云还是有阻力的，它速度越大，阻力越大，就会造成飞机的颠簸。然后我们跳伞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云中下降的时候，那个伞也是不稳的，互相摆的，也是这种情况。真正的腾云驾雾，所以你渴望有这样的机会吗？我非常渴望。经过了，尤其是像汶川地震那样一次，几乎是挑战了不可能的那样的一个任务。在这之后的话，对我们空降兵战士们的训练有没有提出更高的要求？空降兵近几年和我们08年相比，那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那个时候跳伞的高度是5000米，我们现在高于这个，战术手段也比这个先进，你根本看不到飞机，我的人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方来了。所以说，通过这种一些小的任务，可以锤炼部队，提高我们的战法研究，提高我们的战术手段。好的，谢谢李高工。那我也会继续在我的岗位上不断的努力，然后您作为天降神兵，我继续为蓝天把脉。谢谢李高工，谢谢。下一位。李高工您好，赛老师你好。你好。其实我的工作想让您看一张照片，让您猜一下我的工作是什么。这是我在高空工作时拍到的照片，看到的景色。山。除了山，可以看一下后面。高压线。高压架设线的吗？不可能吧？很接近，孩子。很接近了。我是来自浙江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的一名超高压巡线师，定期给线路做体检，保证他们安全稳定。你是要在高压线上面走路的那个？是的，有点相当于在高空走钢丝感觉。哇！我们大概1年会做30条线路的检修，1年走200公里左右。在走线之前呢，我们需要通过输电铁塔爬上去。这个是在舟山，这是跨海的线路。现在舟山它是380米高塔，是世界第1输电高塔。我那天在线上的时候，天气也不太好，很多雾，湿度比较大，所以我走在线上也有一种云中行走的感觉。云中漫步。那我说的是不是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凉飕飕的？是的。这个工种我真觉得很难想象，尤其她这个瘦瘦小小的一个女生爬那么高上去。但是其实有时候你在走完线，在塔上吹吹风，跟工友聊聊天，有时候在塔上也要吃饭。那为什么不下来？哦，就是下来一趟再上去。是的，因为爬塔是比较耗体力的，所以为了节约体力时间，我们一般都在塔上吃饭。哇，那个餐厅的位置太好了，风景。空中餐厅别有一番风味嘛。所以有时候这项工作还是挺有意思的，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看到不同的风景。李高工，我想请问您2000多次跳伞的过程中，也一定在不同的地方，有没有过跳伞中放松的时候，好好的欣赏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因为我们空降兵跳伞的时候都是带有任务性质的，伞开了以后就想我的左右邻想超重，我们叫超重降落伞，就是看看我的左右邻有没有风险，有没有
不安全的对距离有没有远不远。然后这些工作做完了以后，我就要想找路。在冒险跳伞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是你说的你们的高压线，这个山头上架在那个山头上。所以我跟你讲，李高工在空中的时候，一旦看到你们这个工作，我赶快避开。他一定想的是拉这么多电线干嘛？因为我们那个伞的速度，1秒钟都10几米，在我运动过程当中，就任何一个障碍物如果能绊到我的腿，或者是绊到我的人了，这个伞马上就死效了，啪子就人就跑到伞的上面，伞就死下来，一下子就掉下来了，不能有障碍物的。找路的时候要保证我两腿要安全的，我就是能够执行我的作战任务，那我就要想我的战术动作，想我的配合，所以这个过程是不可能去欣赏这个大自然的美景。其实我觉得你也是刻意用了一种比较浪漫的描述方式，苦中作乐，更多的还是艰苦和艰辛。就比如线上会有一些毛刺，我们就要用砂纸去打磨，然后看线上的螺丝有没有松动，需不需要更换一些零器件这些。连毛刺你们都要打磨？是，有一个可能没有发现，它就存在一个安全隐患，就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电网事故。我工作以后，有时候就听不惯别人说那种差不多就行了这种话，感觉您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战士做了什么，您会发火呢？对于自己的安全不负责任，没有按规定去做的时候，那我就要毫不客气的要把他凶一顿，甚至直接开除我的队伍。如果自己不爱惜自己的生命的话，他不会去爱惜别人的生命。所以说，在我这个队伍当中，你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感，是要对自己负责。谢谢李高工。下一位青年代表，李高工好，邵老师好，你好。我是一名来自西部战区空军的一名基层战士，我就想请2位听一下我这个工作时候的一个声音，让你们猜一下我来自什么岗位。工作时候的声音。是的。好。有人敲门。您判断出来？我判断得出来。是什么岗位？好像是搞驱鸟的。哦。这个是我们这个驱鸟弹发射到空中以后爆炸的一个声音。就是把鸟给吓走。对。我们平时使用的一些驱鸟手段，可能大家也见过，有驱鸟的一个假人，有这个驱鸟的风车。假人。但是因为鸟儿它的适应性特别强。但是我们要经常更换的驱鸟手段，在我们平时的工作总结当中，我创新了一个新的驱鸟设备，就是一个鹰形的一个驱鸟航模。驱鸟航模。是的。还蛮卡通的。我们能拿出来看一眼？我给李高工研究一下。这个是我6、7年前做的，所以就看着比较老旧，是我的第1代的手工样机。这个无非就是你把航模做成了老鹰的样子，是吧？但是我们还是获得了2个发明专利。这个能吓走鸟吗？这小意思啊，把鸟吓走肯定就是它的作用。能飞吗？当然能飞。他对我这个问题觉得受到了伤害，当然能飞。好，你先把螺旋桨启动，你别打着我啊！别撞了！也吓我一跳。可以。哎呀，还挺像的呀，过来。它会叫啊？不是，这是我们的配的音。哦。我说还会叫啊？它这没那么智能。不错，确实可以管用。还可以。管用。来，接下来你能让它落在舞台上，行，可以，就在那儿吧，挺好。我们作为基层部队的一员，在创新的过程中，渐渐的发现，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个驱鸟的这个无人设备，它现在可以很容易的就通过购物的一个平台
买到，然后稍微改装，对，就能正常使用。我现在就渐渐的觉得，就我们之前花了这么多心血，有点赶不上这个外面的发展。我从你的问题当中啊，我听出了你的一种担忧和无奈。你老觉得这个世界发展的太快，你就怕自己有时候低着头吭哧吭哧，搞了半天搞出来东西，发现哦，人家早就弄出来了。有这种可能。在研究所当所长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实际问题。因为我刚才说了，空降兵这个装备的发展，完全都要靠我们自己去研究、自己摸索。这样的话，就是有很多年轻人呢，确实有很多想法。我后边这个技术人员现在是至关重要。只要有大的活动，我就会带上一批，就是在实践当中，每一项工作我就给他讲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就叫大家不仅要知道你去做什么东西。而且你应该为什么这样做，怎么去做这个事情，要叫他搞得非常清楚，不然的话，大家稀里糊涂做完了以后，最后过去就过去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所有的工作做完了以后，就要叫他去搞一个总结。哎，我这一次完成任务了，我的优点在什么？我还存在什么问题，都要去总结。只要人敢想，没有做不出来的东西。像你琢磨的这个事情，对部队建设有用的，对飞行安全有用的，我想领导一定会支持的。听了高工的这些话，其实对我信心有很大的提升。谢谢。此时此刻，在我们的节目到尾声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小细节：空降兵最重要的装备，一直在我们身边陪伴着我们的这把伞，其实你们就像是一把伞，在晴空烈日的时候能够为我们遮挡骄阳，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也能够为我们遮风挡雨，而这把伞就是我们坚强的人民军队带给我们所有人心理上最大的一份呵护和温暖。再一次掌声，感谢李高工带给我们的精彩开讲，也感谢在场的每一位军人，谢谢你们的努力和付出，谢谢。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开讲，下期节目再见。谢谢你。录完了以后呢，我感觉的收获还是很大，把我们空降兵的建设发展从我口里边能够展示给我们广大观众。